全世界最神奇的10种植物种子，一颗种子竟能重达30公斤。会随风飞舞的种子你可能见过，但是会自己钻进土壤里的种子你见过吗？在墨西哥的索诺拉沙漠里，有一种植物的种子竟能主动翻滚跳跃。而在中国广西、贵州以及云南等地的山林中，有一种神奇的种子，只需吃上1颗之后，喝白开水就能像喝糖水一样甜蜜。本期视频奇趣最套将为您介绍10种神奇的植物种子。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视频，欢迎订阅我的频道。现在我们开始吧。第10种，香蒲。只要捏一下它的果序，就能瞬间爆出超过20万粒种子。这种神奇的植物就是香蒲。香蒲是香蒲科香蒲属的多年生水生草本植物，民间也将它称为水蜡烛、毛蜡以及蒲棒子等。香蒲的高度可达1.5至3米，常成丛或成片生长在池塘边缘和河岸的浅水处。每年夏秋季节，它的植株会抽出一根顶端带有棒状花序的花亭，它的花亭最顶端的为雄花序，雄花序的下方则是雌花序。当顶端的雄花序成熟之后，它的花粉会随风飘落到下方的雌花上完成授粉，之后雄花序便会逐渐凋谢并脱落，雌花序则开始发育膨大变为果穗，它的颜色也会逐渐从绿色变为标志性的深褐色，看起来如同一根挂在植株上的烤肠。到了秋冬季节，这根如同烤肠般的深褐色果穗完全成熟并干燥后，便会进入一种一触即发的状态。此时只需一阵微风的轻抚，或是某个人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伸手一捏，紧实的果穗便会瞬间爆炸，化作一团巨大的白色绒球。刹那间，无数裹着绒毛的种子便会如同雪花般漫天飞舞。让人惊讶的是，一根香蒲的果穗里竟能孕育20到70万颗种子。这些种子借助风力或水流，可以飘到几公里之外，只要遇到湿润的土壤，它便能扎根生长，繁衍出一片新的绿意。除了拥有神奇的种子，香蒲几乎全身都是宝。它的花粉是名贵的中药材蒲黄，具有止血化瘀的作用。它的嫩茎可以食用，是人们口中的蒲菜，就连它的叶片也可编织成蒲席或者蒲扇来食用。第9种，牻牛儿苗。牻牛儿苗的种子堪称植物界的机械奇迹，它靠着一套精密的自动播种系统，将生存的智慧演绎到了极致。牻牛儿苗俗称长嘴老鹳草，是牻牛儿苗科牻牛儿苗属的草本植物，广泛分布在欧亚大陆的干旱与半干旱地区，多生于田间路旁以及干山坡和草地区域。牻牛儿苗的硕果为长穗状，形似罐嘴。完全成熟后，它会瞬间爆裂为5枚分果，每个分果内含有1颗种子。这些种子随着果实的爆裂会被瞬间弹射到远处，从而完成种子的第1步扩散。不过，种子落地后才是神奇旅程的开始。牻牛儿苗的分果外形修长，末端带着一条长长的螺旋状芒针，随着气温以及湿度的变化，这条细长的芒针就会像金属弹簧一样扭动。当气候干燥时，它会紧紧地将自己卷曲起来；潮湿时，它又缓缓地舒展开来。这种反复的卷曲与舒展会持续产生强大的扭力，使得整个分果如同钻头带着种子通过扭转缓慢地钻进土壤中，从而快速找到湿润的生长环境，同时也避免了被动物啃食。第8种，墨西哥跳豆。会自己跳动的豆子你听说过吗？在墨西哥索诺拉沙漠里的灌木丛中，有一种棕褐色的植物种子，它的大小如同榛子，表面布满了细密的纹路，看起来似乎平平无奇。然而当你将它们放在温暖的掌心时，这些植物的种子竟会突然翻滚跳动，并发出轻微的咔嗒声。这就是闻名世界的墨西哥跳豆，当地人也将它称为会跳舞的魔法豆。墨西哥跳豆其实并不是真正的豆科植物，它是一种叫做塞巴斯蒂安的大戟科灌木的种子。这种植物的种子之所以能够翻滚跳动，并不是受到了某种神秘力量的操控，而是因为一种叫做跳豆蛾的昆虫将卵产在了它的花朵子房中。
随着花朵的凋零以及果实的成熟，跳豆蛾的幼虫慢慢钻入种子的胚芽中筑食，将原本饱满的种子内部吃成了中空。当外界的温度升高或受到晃动刺激时，躲在种子内部的幼虫身体会剧烈痉挛收缩，并用尾部猛击种子的内壁，受到反作用力的推动，种子便会晃动或弹跳。在墨西哥的索诺拉沙漠中，地表的温度常常高达50到60摄氏度，通过翻滚移动能使种子落入石缝或滚到阴凉处，从而能够避免内部的幼虫被高温活活烤死。通常这种跳动可以持续数周之久，之后幼虫会在种子内部完成结蛹，等到破茧而出时，它便会在种子的外壳上咬出一个圆孔羽化成蛾，最后飞向沙漠。有趣的是，过去当地人还曾将这种跳豆装进小盒子里，当作新奇玩具来销售。第7种，马槟榔。有一种植物的种子，其甜度是蔗糖的375倍，仅需咀嚼一颗，进入口腔的白开水就能变得如同蜜糖一样甜。这种植物就是马槟榔。马槟榔也叫水槟榔或太极子等，虽然名字中有槟榔二字，但是马槟榔与来自棕榈科的槟榔完全不同。马槟榔属于山柑科山柑属，是一种攀援灌木，它的高度可达3米，原产于中国，主要分布在云南、广西以及贵州等地的山谷密林中。它的果实近乎球形，表面布满鸡冠状的泪棱，成熟后为紫红褐色。果实内的硬壳里面包裹着4到6颗不规则的扁圆形种子。剥开种子的硬壳，可以看到黄白色的种仁，将它的种仁放进嘴里慢慢咀嚼，一股强烈的苦涩会迅速充满口腔，但是仅需几秒钟苦味褪去，一种远超蔗糖的甜意会如潮水般迅速涌来。而且诡异的是，此时如果喝一口白开水，原本没有味道的白开水进入口腔后会瞬间变得如同蜜糖般甜蜜，仿佛舌尖的味蕾被瞬间重置了一样。科学家研究发现，这种神奇的甜味来自马槟榔种仁里所含的一种天然甜蛋白，这种甜蛋白的甜度是同重量蔗糖的375倍。它进入口腔后与味觉受体结合，因此会给人带来一种上瘾般的甜味满足。除了拥有改变味觉的神奇魔力，马槟榔自古便是中药中的瑰宝。它的种子成熟去皮晒干后便可入药，并且是中成药上清丸的重要原料。现代研究发现，马槟榔还含有多糖以及黄酮等成分，具有抗炎、抗氧化以及抗菌等多重功效。不过马槟榔对生长环境的要求非常挑剔，它的野生个体并不常见，属于濒危物种，并且已被列入了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第6种，喷瓜。喷瓜以令人惊叹的种子传播能力闻名，它无需外力加持，仅凭自身的爆发力，就能以每秒20米的速度将自己的种子喷射到10米开外。喷瓜是葫芦科喷瓜属的蔓生草本植物，原生于地中海沿岸。它的果实酷似一个长满了绒毛的微型小黄瓜。与大多数植物不同的是，喷瓜的果实成熟时，果肉会逐渐分解成粘稠的浆液。随着这种浆液的增加，果实内部的压力会越来越大，就像一个不断被冲水的微型水球。当果实完全成熟时，它的内部所积聚的压力便会达到爆发的临界点，此时只需轻微的触碰，果实与果柄的连接处便会断裂，果实内的高压瞬间得到释放，浆液裹挟着种子会以极快的速度从果实尾部的裂口处猛烈喷射出来，其喷射的距离最远甚至可达10米以上。随着浆液飞溅，种子四散，整个过程仅在不到1秒钟之内完成。如果不借助高速摄像机，人的肉眼很难捕捉到完整的喷发过程。这种瞬间爆发出来的惊人力量，完美诠释了植物的生存智慧。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喷瓜的粘液具有强烈的刺激性，皮肤接触后可能引起红肿、过敏，溅入眼睛需要立即冲洗并就医，如果误食则会引发剧烈腹泻以及呕吐，严重时还可能导致休克甚至死亡。第5种，沙河树。沙河树被认为是全世界最危险的树木之一，它属于大戟科沙河树属，
是一种巨型乔木，广泛分布于亚马逊河流域以及加勒比海地区。它的高度可达60米，树干上布满锥形尖刺，连最敏捷的猴子也不敢轻易攀爬。而且它的树皮破损后还会渗出乳白色的剧毒汁液，这种汁液会严重刺激人的皮肤，进入眼睛，甚至可能导致永久失明。历史上，南美洲的原住民还曾用这种剧毒汁液来制作毒箭。不过真正让沙河树闻名于世的并不是它的尖刺与剧毒，而是它的果实。沙河树的果实外形如同迷你的小南瓜，直径仅有大约5至8厘米。它的果实内部被分割成多个独立的腔室，每一个腔室中都孕育着一枚种子。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果壳会逐渐干燥收缩，果壳内部的张力会越来越大，就像是被拧紧的弹簧。当它的内部张力达到极限时，便会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猛然爆裂，同时发出如同射击般的巨响。爆裂的瞬间，果壳如同弹片一样四处飞散，果壳内的种子则会像子弹一样以70米每秒的速度被弹射到30米开外。这种爆裂产生的威力足以击碎玻璃，打伤动物，甚至让毫无防备的人流血破皮。而且神奇的是，由于沙河树的果实众多，在南美洲的雨林中，一棵成年沙河树，它的果实常常可以在短期内连续爆裂，如同射击般的响声回荡在雨林中，会让人恍若置身于枪林弹雨。当地人因此也将沙河树称为炸弹树。而且沙河树的种子同样含有毒素，误食可能导致剧烈腹泻以及呕吐，严重者甚至可以致人死亡。尽管这种树木看起来充满危险，但是在许多热带地区，人们却将它作为观赏树木栽种。而且沙河树的果壳挖空打磨后还可以作为容器来使用，它的种子经过加工则是制作肥皂以及蜡烛的原料。第4种，龙脑香树种子。在东南亚潮湿的热带雨林中，龙脑香树能长到40至70米高，是名副其实的森林巨人。它不仅能产出中国古代4大名香之一的龙脑香，还有着堪称工程奇迹的种子传播方式。龙脑香树的种子如同精密的飞行器，它的果实成熟时，花萼会特化为细长且坚硬的叶片，使整个种子看起来就像一个大号的鸡毛毽子。当种子从几十米高的树冠上脱落时，它的叶片会捕捉气流，带动种子快速旋转，整个种子就像跳着优雅的华尔兹缓缓下落。这种如同自转旋翼机般的结构，不仅能够有效缓冲种子落地时的冲击力，更能借助风力使种子飘至距离母树数十米甚至上百米之外。更为神奇的是，龙脑香树的种子没有漫长的休眠期，它能在没有脱离树冠时就开始发芽生根，一旦落地，它便会迅速扎入土壤抢占生机。而且为了应对动物的啃食，整片森林里的龙脑香树就像提前签订了协议，它们每隔几年就会心照不宣地集体爆发式开花结果。大量种子同时成熟，同时落地，森林里的动物们面对突如其来的海量种子，即使吃到打嗝也无法将其消耗完。这种用数量换取种群延续的饱和战术，也是龙脑香树确保自己在激烈的生存博弈中不被淘汰的关键。第3种，海椰子。一棵植物的种子竟能重达30公斤，如果力气不够大，甚至很难将它抱起来。这种个头惊人的种子便是海椰子。海椰子是目前已知全球最大以及最重的植物种子，它是印度洋岛国塞舌尔的特有植物，仅生长在塞舌尔群岛中的普拉兰岛与库瑞岛的几个小片林地中。18世纪以前，印度洋上的渔民偶尔在海边捡到这种巨大的植物种子，当时的人们误以为它来自传说中的海底森林，因此也将它称作海底椰。让人惊叹的是，一棵海椰子树的寿命能够长达数百年，它的种子落地后短则数月，长则竟要数年才能萌芽。种子发芽后要经过大约25年才能开花结果，挂在枝头的果实还要长达7到10年才能成熟，成熟的果实直径可达40至60厘米，重量高达25至30公斤。果实的外层包裹着2到3厘米的海绵状纤维壳，
剥开外壳后，便会看到两半合生在一起的种子。由于这颗巨大的种子看起来酷似人的臀部，因此也被叫做臀形椰子。在没有完全成熟时，海椰子的果肉就像半透明的果冻，吃起来口感清甜，并带着淡淡的柑橘香气。完全成熟后，它的果肉则会变成如同象牙般坚硬的固体。17世纪时的欧洲贵族曾认为海椰子的种子拥有解百毒、助情欲的神秘力量。在当时，海椰子的种子甚至曾比黄金还要昂贵。如今，海椰子是塞舌尔的国宝级植物，不仅被印刷在邮票、纸币以及国徽上，而且还曾被当作国礼对外赠送，并且在塞舌尔私自采摘或携带海椰子出境均是违法行为。第二种，柯藤。柯藤以令人叹为观止的巨型豆荚而闻名，它属于豆科柯藤属，是一种木质大藤本植物。它的藤蔓如同巨蟒盘树，能轻松爬到50米以上的树冠层。作为豆科植物，柯藤的种子包裹在巨大的豆荚里，它的豆荚质地坚硬，长度可达 1.2 米，没有成熟时为草绿色，成熟之后变为深褐色，仿佛一把巨型刀鞘悬挂在森林树冠间。与其他豆科植物不同，柯藤的豆荚完全成熟后会逐节脱落，每一节内都藏着一颗硕大的种子。这种逐节断落的方式能够极大提高种子的传播机会，而且它的种子外壳纤维紧密交织，内部油脂丰富，能够有效抵御海水的浸透。在东半球的热带沿海地区，柯藤的种子随着河流汇入海洋后，能够跟随洋流漂洋过海，实现跨海传播。神奇的是，它的种子即使在海水中浸泡10个月，依然能够发芽。而且柯藤的种子外形饱满圆润，拿起来手感厚重，常被用来制作各种摆件以及工艺品，是极具特色的文玩与装饰材料。同时，柯藤的种子也是傣族、瑶族以及壮族等少数民族的传统药材。它的种子经过专业炮制之后，还被认为具有行气止痛、利湿消肿的作用。不过需要提醒的是，柯藤的种子含有皂苷与生物碱等有毒成分，虽然可以食用，但必须经过非常专业的处理，直接生吃会导致肠胃不适以及呼吸困难，严重者甚至可能会危及生命。第一种，赤葫芦。在东南亚的热带雨林中，有一种植物的种子以完美的翼状结构闻名，它能借助风力在雨林中滑翔数百米而不落地。这种神奇的植物就是赤葫芦。赤葫芦是葫芦科的多年生木质藤本植物，主要分布在东南亚沿海地区的热带森林中。它的藤蔓能够沿着参天大树一路攀爬到数十米的林冠层，并结出直径可达30厘米的果实。它的果实悬挂在森林树冠的高处，果实内部密布着大量种子，完全成熟后，干燥的果皮会率先从底部裂开，果实中薄如蝉翼的种子从底部的裂口处缓缓地滑落出来。每一枚种子的中央仅有一颗指甲盖大小的胚芽，胚芽的两侧却有着长度可达15厘米的薄膜状翅翼。这对翅翼的厚度不足1毫米，它的边缘微微上翘，重心稳稳地聚在中央的胚核上，下落时种子跟随气流以极为平缓的角度在林间优雅起伏，能够飞出数百米之远。这种近乎完美的气动结构使赤葫芦的后代将自己的生命播撒到全新的领地，从而避免与母猪争夺阳光与水分。让人惊叹的是，赤葫芦的种子不仅征服了雨林，而且还曾影响了人类最初的飞行梦想。奥地利工程师埃特里希陶贝研究了赤葫芦种子的异形后，就曾深受启发。他设计的鸽式飞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曾经非常流行，许多人误以为这种飞机在设计时仿照了鸟类，其实鸽式飞机的设计灵感正是来自于赤葫芦的种子。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您还知道哪些神奇的植物种子？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们。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视频，欢迎点赞、评论以及订阅我们的频道。感谢您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